在学生会的陷害下，及其3次越狱的男生即将面临退学处分。为了能参加夏令营师弟选美，他们正在想办法自救。青雉相信千代说，学生会搞出过一个 TDO 男生退学计划，虽然书面文件已经被销毁，但真吾记得自己在看守副会长电脑里看到过 TDO 计划的邮件，只要拿到这份邮件，他们就能向理事长证明他们是被陷害的。但是学生会这么谨慎，不可能留着邮件给人当把柄。这时越人自行一笑，怎么能忘了他这个电脑通呢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别笑，电脑通指的是在电脑室里通便嘛。越人打断他们，他的意思是他可以还原被删掉的软件，只要下载原软件就能做到。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进入看守所？如今只剩下2周的时间了，一时间大家都有些泄气。青雉站出来鼓舞伙伴，正是因为没时间，他们才更要努力，大家一起加油鼓劲儿。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拿到邮件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夺回校园生活，直指师弟选美。这件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监狱的房间他们在的时候都会上锁，根本无法靠近看守室，就算能靠近，没有副会长在也无法开门。他们在走廊的时候有副会长监视，副会长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要被关在牢里，根本找不到什么破绽。副会长这时带来消息，教职工大会刚刚结束，全场一致通过了他们的退学处分，剩下的就只等理事长盖章了。时间不等人，他们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从副会长手里抢钥匙。单论武力值，他们5个人加起来也不是副会长的对手，但越人早有计划，副会长确实强大，所以他们要反过来利用这份强大。副会长再次巡查时，发现男生们正在楼房里掰手腕，他正奇怪这群人死到临头还这么开心，就听见安德烈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让开心的举着安德烈的手，说他是全校最强。真吾不认同，副会长肯定比安德烈要强得多。越人和青雉纷纷反驳他，副会长虽然看起来很强，但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怎么可能赢得了安德烈？副会长可听不得这话，立刻走进来说自己怎么可能会输。见他们都不信，直接甩锅挽起袖子要和安德烈来上一局。这是越人先站出来挑战安德烈之前，副会长得先过他这关，而这一切都在越人的计划之中。副会长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，所以他要引诱副会长和他们掰手腕，趁着掰手腕的时候从副会长的衣服里偷到钥匙，让其他人拖着副会长，他再带着钥匙进入看守室，从电脑里拿到数据。这一招名为声东击西，假装正面对抗，实则靠暗中行动达成目标。只要在比赛之前让副会长脱掉上衣，他们就能顺利达成目标。然而在计划实践的时候就出了问题，副会长不肯脱下上衣，区区弱鸡根本不值得他脱衣以待。越人的计划夭折在第一步，而越人本人这个弱鸡也在瞬间完败。难道计划就要这么流产了吗？青雉主动站起来，也要和副会长掰手腕。他虽然比越人强一点，但也不是副会长的对手。眼看就要输的时候，越人一脚踹翻了桌子，青雉和副会长双双摔倒。换好桌的后，青雉提出再比一次，而此时越人已经趁乱拿到了钥匙。看守室电脑里的邮件如果被删了，就得先下载一个还原软件。他们之中只有越人懂电脑，所以进入看守室的任务只能交给他。虽然过程简单，但也需要时间。他们至少要靠扳手腕拖住副会长10分钟。趁着青雉提出再比一次，越人偷偷前往看守室还原邮件。虽然青雉有心拖延，但是他也没能比越人好到哪儿去，撑到胳膊快断了也没能拖够1分钟。紧接着真吾和让也通通被秒杀，剩下重磅选手安德烈，而时间还有7分钟。安德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支撑7分钟吗？2个人脱掉上衣开始准备。这时副会长惊奇地发现安德烈的胸口长了一根毛，他被这根毛吸引了注意，居然一时被安德烈压制住了。而每当他占领上风的时候，那根毛都会跑出来吸引注意，这让副会长一直无法集中精神。双方僵持着，时间还剩下4分钟。越人已经安装好了还原软件，但却迟迟找不到 DTO 的文件。时间还剩下最后2分钟，副会长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，他只要闭上眼睛不看那根毛就好了。副会长火力全开，在安德烈被辱骂鞭笞到极致的叫声中，副会长一口气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他才是真正的全校第一。而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安德烈没能坚持到最后。副会长穿好衣服，发现自己的钥匙不见了。就在他即将起疑心之时，有人拿着钥匙出现在他身后。副会长拔掉安德烈的胸毛后潇洒离开，众人长吹一口气，总算是蒙混过关了。但却听到越人说数据没能拿到，他已经安装上了软件。就在还原的时候听到了安德烈的叫声，所以只能放弃赶了回来。邮件没有到手，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退学无法避免。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低落，只能坐等退学的那一天到来。所有人完全陷入到了绝望中，越人甚至直接疯了。后天就是他们退学的日子，副会长破天荒的答应给他们吃点好的当断头饭。越人要到蝗虫天妇罗盖饭，他甚至都答应了。青雉在面包里吹了千代塞的纸条，哪怕这个时候千代仍然在担心他，这让青雉非常感动。这时越人突然拿起了小纸条，大喊青雉拿到了女生的信，其他人都不在意，反正这也是他们的末路了。但越人一推眼镜，说自己能靠着小纸条取消退学，大家都很惊喜，难道越人是在装疯卖傻？结果就听到越人开心的大喊，他们只要混在剩饭里就可以逃出去了。看出来了，这人疯得很彻底。副会长带来了他们最后的晚餐，他居然真的给越人端上了一份蝗虫天妇罗盖饭。越人抽起蝗虫就往嘴里塞，然后口吐白沫倒地不起。但没想到因为蝗虫天妇罗的刺激，越人居然恢复了正常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到了能避免退学的方法。然而他将妙计说完之后，大家都没有接话，因为越人这个计划实施起来至少也要2天，而他们明天就要被退学。晚饭结束之后，副会长把退学申请摔在他们面前，看到地上被打翻的蝗虫天妇罗，生气的给了越人一个暴摔，居然浪费他费尽心思准备的食物。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青雉决定按照越人的计划行动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决定写请愿书给校长，然后
后随着退学申请一起提交，只要能告发学生会陷害他们，就能让退学延期，他们就能在这期间用越人的作战弄到 DTO 的证据。为了师弟学美，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学校。就这样，大家再一次打起了精神。绿川到超市采购，拿到杏鲍菇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好像在医务室里忘掉了什么非常恶心的事情。之后，晴治将退学申请和请愿书一起交给副会长，说希望理事长能看到他们的反省。副会长收到了他的请愿书，表示可以帮他们上交。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，校长也没有来。副会长看他们离开教室，今天就是他们退学的日子。而出去之后，有人才发现副会长根本没有上交请愿书，而是把它撕碎了。难道他们的人生就要在今天终结了吗？而就在这时，理事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以谈话为由，又将几人带回了监狱。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请愿书没有送到，理事长为什么还会来？原来那封请愿书其实是假的，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被晴治写在了退学申请上。副会长以为扔掉请愿书就能高枕无忧，所以没有检查退学申请上的内容。而晴治为了确保理事长真的会出马，搬出了在越狱时在学校后面看到的视作威胁，也就是理事长埋葬屁股照。白木焦急地等在外面，而这时绿川提着刀杀了过来。他想起了晴治对他做的一切，癫狂地冲进去要杀了晴治。他这副样子要是被理事长看到就完了。副会长不得已只能勒晕绿川。晴治只希望理事长能延长退学期限，给他们找出学生会陷害的证据。而这时理事长却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，那就是胸和屁股他们喜欢哪个？晴治知道理事长在考验他们，想起理事长埋葬的屁股照，晴治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喜欢屁股。而事实证明他赌对了，理事长认为喜欢屁股的都是好人，但是如果要他同意延期，他们必须说出喜欢屁股的理由来证明真的喜欢屁股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们的人生，如果答对了，他们就能活下来。但是理事长又抛出了一个限制，那就是禁止他们讨论。他要听到的是晴治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理由。晴治满头冷汗，因为他其实喜欢的是胸，根本想不到屁股哪一点比胸好。这时他突然顿悟，喜欢根本不需要理由，就说因为屁股就在那里不就行了吗？但这时理事长开口，他曾经造访过各地，问过许多人同样的问题，但却一次又一次失望，尤其是喜欢没有理由这种回答。既然喜欢上了屁股却不说理由，那就等于在逃避问题。这一下晴治的后路算是断了。就在他即将绝望之际，窗口突然出现了屁股。晴治仔细一看，发现不是屁股，而是副会长大的像屁股一样的胸啊！副会长正努力趴在窗户上听里面说什么，而他的出现让晴治茅塞顿开。人类在四足行走的时候，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屁股，等到人们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，屁股不再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取而代之的是胸。女性的胸部越来越大，而不是屁股，但生命的本源是屁股，区区胸部只是屁股的仿造品。在进化过程中，胸部向前突出，屁股却藏到了身后，但正是这一点才诞生了屁股的含蓄之美。理事长一把走过来，搂住晴治，说的太好了，简直就是他的知己。理事长同意延期退学，但只给了他们1天时间。男人只要豁得出去，没什么事是1天办不到的。对于理事长的决定，会长非常生气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晴治向副会长道谢，多亏了他们才能得救。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空中降下的蜘蛛丝，只要抓住就能走上光明。他们没有时间郁闷，成败的关键就在今晚。会长不明白理事长为什么会同意延期，副会长是去偷听的，但那群人讨论的全都是屁股。绿川表示最后1天交给他，他保证让那群人渣无计可施。